嗯。嘿，我芊芊呐，爱记起讚、個起訂閱，時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大家好，我是美食作家芊芊。現在呢，天氣非常的晴朗，終於沒有再下大雨了。今天要來拍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系列，就是連鎖早餐店網友推薦第2集。上次的討論度蠻高的，然後有蠻多人說，怎麼沒有拍哪一間？所以我們這不就來了嗎？首先，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一間拉雅漢堡。我們現在到了拉雅的裡面，然後它一樣也是網絡點餐。我對拉雅蠻熟的，就網絡上大家都有在討論說，勇者鬥惡龍的蓮米，因為他們的蓮米非常的細緻精緻，就包含它的杯裝也是。但是呢，我個人想推大家沒有特別提到的蛋餅，燒肉蛋餅加cheese，這個美式咖啡啊，因為我現在頭好痛。藍莓的貝果也很好吃，網友是推薦它的原味貝果，再來就是我真的沒吃過的壽喜燒牛蛋奶油吐司。然後既然都來了，勇者鬥惡龍討論度也蠻高，不然我单點一個好了。它的顏色，史萊姆香蕉千層蛋餅，好，就這樣。來，我的餐點都上了，我只能說勇者鬥惡龍系列的藍真的是。很藍嘞。然後跟燒肉蛋餅，因為燒肉蛋餅我加起司，它要先吃。你知道為什麼推薦它一定要來點它的蛋餅？因為它的蛋餅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那種脆皮蛋餅，而且它很早就做脆皮了。那就去它这个其實呢，我自己私心推薦它的蛋饼一定要內用，因為蠻多人說它的外帶蛋餅啊，你就是不要切整條吃，它用袋子裝的，這樣你可以吃得到它脆皮的狀態。可是我自己覺得，如果外帶之後它那個紙袋這樣撇掉，它的酥度跟吃起來的香度，我覺得還是沒有內用的好。醬不要蘸太多，這樣。因為我很容易早上頭痛，都一定要先灌一個美式。哦呦，這個剖面很漂亮，有沒有？我看一下，是不是很碎？雖然連鎖早餐店很看分店的味道，不過今天的拉雅做的蠻好的。最早期最基本款其實全部都有吃過，我自己最私心最喜歡最常點的其中一個就是蛋餅。你要想，在10年前就已經有，可能超過10幾年前就有脆皮蛋餅，鹹度很夠，燒肉口味的，再加cheese，所以我覺得不一定要加醬。由於千層蛋餅冷掉之後速度會有差，所以我們現在進到甜點的部分。這個是勇者鬥惡龍它的千層香蕉蛋餅，我的顏色看起來實在太奇葩了。他們其實還有那個聯名的杯子，不過我看它都缺貨，而且它好像是有點隨機的，所以不一定會拿到。你知道藍色啊，以食物餐具來說，很少會選藍色，因為藍色算是比較不會引起食慾的顏色，所以我覺得他們老闆真的是非常的勇敢。這個藍色到底是什麼？這個翻過來更驚人呢。好，我們來試試看。蘇打嗎？因為有千冰的味道。與你分享，其實它的組合沒有奇怪，只是它的香蕉很軟，有點優格味。有點優格。好藍哦，蠻特別的。就是這個壽喜燒牛蛋皇后奶油吐司，這個就是真的是網友推薦的。奶油香气真的蠻濃郁的，我覺得它配那個壽喜燒本身是有一點那種甜鹹的醬汁搭起來。它有把那個壽喜燒的味道更加成，而且我覺得它有個很加分的地方，因為它裡面生菜其實是放的是細絲的狀態，然後它烤的那個吐司啊，它不是酥脆的，所以你就會因為它的生菜多了一點那個酥脆的口感，你就不會覺得整個都軟軟咻咻。這個也一定是馬上要吃的類型，因為它的那個壽喜燒是有醬汁的，然後它這個吐司啊，其實如果你吃稍微多一點放一下，它這邊下面就會整個爛爛的，所以你這個一定要馬上吃。但肉算給的蠻多的呢，我覺得以早餐來說，而且它這一個價格也不會很貴。我覺得如果是我，感覺會想要點燒肉口味，
因為都奶奶的。然後醋油膏本身醬汁也是有點帶甜味，吃後面會有點小膩，很可愛耶。我讓它的醬在這裡。再來是藍莓貝果。我跟你說，蓝莓乳酪貝果，它在那個Threads上面紅之前呢，我就已经很喜歡它了，是我先看到的。我比較喜歡它這個袋子，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袋子比較 cute，小小的。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藍莓乳酪貝果，我覺得應該是原味乳酪的那個醬，然後配上那個藍莓果醬，它給的算蠻多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貝果这种類型麵包，我也是還好，除非它烤到外層很酥脆，那種才是我喜歡的。然後它的那個藍莓果醬，我自己覺得它優秀的點在於，因為通常水果那種果醬它會偏甜，所以它配上它的原味的那個乳酪醬，它是有帶酸感的，它會中和掉那个甜味，讓整體的味道更加成。为什么我一直有印象它是紫色的？你也是吗？还是要早期是紫色的？記不得了。最後，吃完拉雅早餐，我对拉雅早餐其實印象一直都蠻好的。然後我覺得整體而言，它的細緻度啊，跟它的價格比起來，我覺得就是有過之而不及。所以我自己私心是蠻推薦大家可以來現場吃吃看。那我最喜歡它的蛋餅系列，大家可以跟我一樣點它的燒肉蛋餅加起司。我覺得站在bagel跟那個奶油吐司，我自己覺得味道也是北派。五星店這間我覺得蠻好的，因為其實我之前蠻常點到它的那個蛋餅，有一些店它是就沒有把它那個酥脆的程度剪出來，所以大家可以來五星吃吃看。然後如果大家有其他推薦的拉雅的門市蛋餅做的不錯，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其他網友分享。那我們下一間，怎麼覺得長得有點像？現在來到我們的第二間假上堡，一樣也是找條碼點餐。它首先呢，大家說它的奶茶非常厲害，我們就來試試看。港濃蘿蔔糕，你可以選加全熟蛋或是半熟蛋。鮪魚蛋餅，塔塔鱈魚歐脆堡。早上不喝飲料，現在一個早上把所有的一年份有點誇張，半年份的全部都喝了。假上堡餐點到了，但首先第一個，我們先來試試看網友說很好喝的奶茶。超人，紅茶感比較重的奶茶，還不錯啦，但好像看個人。然後首先呢是這個鮪魚蛋餅，因為網友說它的鮪魚是真鮪魚，然後還有特別說它的辣醬很厲害，所以剛剛有請店員給我們辣醬，然後加了1小時在這。這個呢是真的鮪魚本人，然後裡面再加一些壽司下去，讓你吃起來比較沒有那麼乾。就是如果你是不喜歡吃美乃滋款的鮪魚，因為覺得奶感太重的話，我覺得你會喜歡這一款。一定要加它的辣醬，好吃。可是它現在卡在中間，所以我要這樣子只能沾它。它的辣醬我覺得吃起來有點豆瓣感，可是沒有豆瓣那種絲鮮感，就是它還是有它的香氣在。哎，你有發現這間蛋是不是給很蠻多的？它煎的蛋餅，它的蛋算煎得很厚呢。哦，這很搞剛。大家會想點，但是如果你趕時間，絕對不會點的類型就是蘿蔔糕，因為蘿蔔糕通常要現煎，然後等的時間就會很久。不能說我點的蘿蔔糕過了幾分鐘說啊怎麼還沒有好，啊你沒塞。可以看一下剖面，哇，它煎得很好，它的外面啊煎到是有點酥酥脆脆，你不要看它這樣子哦，它外面咬是會有烤小小的在你的嘴巴裡面的。然後它裡面的那個蘿蔔糕膏體啊，不是那種塊狀的那種，有點偏膏狀，然後甜味我覺得算蠻夠的，哎，蠻好吃的哎。因為很多早餐店的那個蘿蔔糕會有點像塊狀，你在吃的時候也沒什麼甜感，這個甜味就蠻重的。我覺得醬不用沾太多，剛剛好就好。因為我覺得蘿蔔糕很難煎，你要好吃又不能超回搭。他們音樂選的
很嗨。來嘍，刷來了，这個塔塔醬漢堡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點像那個麥當勞的那個鱈魚堡，代表作嗎？哎呦，我們來試試看哦。真的蠻好吃的。最主要是它那個魚排啊，它的甜味跟香氣很夠，然後它外面又炸的酥酥脆脆的，你知道它這樣的味道跟魚肉就是很搭，我覺得這是小朋友會喜歡的味道，真的蠻好吃的，奶奶酸酸甜甜，又有炸物。吃完的假上堡，我个人喜歡它的蘿蔔糕，然後跟它的鱈魚塔塔堡這兩款，尤其是蘿蔔糕有點出我意料，我覺得味道真的還不錯，而且我覺得不配醬料跟加它的醬料吃，我覺得都很讚，然後甜度也夠，重點是我覺得它真的很會煎，酥脆的剛剛好，然後又沒有整個黑掉，因為我覺得蘿蔔糕其實非常的難煎，所以在早上那點蘿蔔糕除了要等的時間比較久一點點之外，也有點考驗煎台的功力，我覺得蠻讚的，大家可以試試看。現在到了晨間廚房，先說我覺得這一間北交大附近的晨間廚房音樂選的太好了。是我晨間廚房它也是掃 QR code 的，它外面還有一個自動販賣機耶，我覺得蠻酷的。這間它現在有跟統一布丁有聯名，它這裡居然還有賣布丁奶茶，請雙手包養，不能被控制。先點一個芝麻吐司啊，它可以加蛋，然後再單點脆皮雞腿、奶酥厚片，好，麻辣炒泡麵，調味乳好了，多小孩真棒，麥芽口味的，好，送出訂單。來，我們晨間廚房的餐點都上，那首先先來喝一下我的麥芽牛乳，大家調味牛乳喜歡喝什麼？因為我們今天點有點麻辣炒泡麵，所以擔心它太辣。然後調味牛乳，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麥芽口味的，而且我剛看了一下它的那個負責廠商是初鹿牧野呢，那應該會蠻好喝的，又比較健康，沒那麼甜。我們先來吃我們的奶酥厚片，奶酥厚片其實網絡上推薦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它奶酥抹得很厚，不過也有人說它奶酥抹得不厚，就是我覺得是蠻看分店的，我覺得這間算厚吧。很香哎，那奶香很濃郁，有一點點像奶粉的感覺。那咬下去的香氣啊，會整個在你的冰箱這邊散開，蠻好吃的。而且油膩感不會很重，因為奶酥通常會乾刷刷、膩膩的，可是這個不會。好幸福。來哦。再來是組裝的時間哦。網友推薦芝麻蛋吐司加它的麥脆雞，但首先我們先來單吃一下它的芝麻吐司，看一下味道。這個組合真的是也是蠻搞剛的呢。对啊，極限的呢。首先，我覺得它芝麻醬最近蠻好吃的，因為蠻多芝麻醬濃郁之餘，它會蠻乾的，就是刷感會很重。可是它芝麻醬是滑順、醇厚的那種類型，然後你再加上像蛋啊，跟它的那個脆皮雞，它是有帶油脂的，所以它就可以讓那個油脂跟它的那个坚果的香氣就是綜合在一起，有點像是你在點牛肉堡加花生醬那種感覺，就是它兩個其實是 match 的。可是我覺得今天的度對我來說比較還好，不過它在那一篇貼文的討論度下面，其實也有人是跟着這個網友點，他覺得超好吃，所以我覺得看個人。我不喜歡，因為我有點過，然後我就然後回到學生時期，我們的最後一個，這
這個是它的麻辣炒泡面。其實网友推薦的是它麻辣燙細面，但因為現在夏天有點熱，然后上面其實也有人推薦麻辣炒泡面，所以我们就試試看它的麻辣炒泡面。魚板，然後跟高麗菜跟一些肉，看起來真的好像挺辣的耶。哇，你們早上點麻辣炒泡面很哈扣哎。我雖然早上會吃礦肉飯，會吃羹。但是這個很美道呢，這個算很美道的吧？我覺得它跟礦肉飯又是不同等級，它是辣的呢。大哥，完了，再長高，嚇我。我覺得它像微微 A 的味道，然後有加辣醬下去，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因為我本來以為會很鹹，是鹹跟辣，結果不會，它就是剛剛好的味道，它不會讓你哇哦，可是就是還 OK。好，吃完了。我觉得这炒泡面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因为它的辣度没有到非常的高，我觉得它非常的符合它的价位，因为它不会死鹹，然後香氣也還蠻夠的，料其實也算多。然後整體而言，晨間廚房我最喜歡的是它的奶酥吐司，好吃哎。雖然說每一間分店的厚度不太一樣，但是呢，這間北交大的奶酥吐司，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吃，香，推。下次也可以試試看抹茶，因為它其實也有抹茶奶酥，哇。會想要外帶10份回去吃然後再點一個麥芽牛奶，推。大家拍完我們的連鎖早餐店網友推薦第2集，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沒有跟你平常常點的餐點是一樣的呢？前方路口實施科技執法。嘿，謝謝科技。然後我自己點完的話，我喜歡的餐點就是拉雅的話，就是它的蛋餅類，然後晨間廚房奶酥厚片、甲上堡的蘿蔔糕，我這3間店裡面最喜歡的品項，我覺得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試看，我覺得很觸筆。如果大家還有什麼連鎖早餐店的推薦，然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或是你想要看什麼連鎖店網友推薦，或是熱門推薦，或是隱藏版推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就先這樣，拜拜。在等餐的同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有用棉膠睫毛哦。如果你跟我一樣很容易暈睫毛膏，喜歡看起來有神但自然的話，我現在 IG 有開團購，大家可以去逛。等餐的時候置入一下。